在结束慕尼黑安全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西班牙开展访问。当地时间18号，王毅在科尔多瓦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举行会谈，并宣布中方同意取消牛肉进口禁令。19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见王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马德里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我们愿同西班牙一道，本着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精神，开辟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50年。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和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国家，中西应展现担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桑切斯表示，西班牙高度重视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度评价中方为便利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采取的积极措施，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感谢中方支持西班牙维护领土完整的努力。西班牙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王毅表示，中国视欧盟为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盟发展壮大，实现战略自主。只要中欧加强团结协作，阵营对立就搞不起来。18号，王毅在与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方视西班牙为欧盟中值得信赖的好伙伴，愿同西班牙一道打造具有战略定力的双边关系，为两国发展振兴提供新助力，为中欧关系注入新动能。龙年的新年来到欧洲，来到西班牙，就是来看望老朋友。我们也宣布解除对西班牙30月龄以下的牛肉的收华的限制，这是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西班牙的农户来讲。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在介绍会谈达成的广泛共识时，用了4个一致认为。我们一致认为，战略互信是中西关系发展的牢固基石。我们一致认为，开放合作是中西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一致认为，人文交流是中西关系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一致认为，中欧关系保持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王毅表示，明年是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同西班牙一道努力，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继续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在此前举行的会谈中，阿尔瓦雷斯表示，西班牙支持开放和自由贸易，欢迎中国投资，将为各国企业提供平等和良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延续文化旅游年积极效应，增进人民友谊。西班牙高度赞赏中方对西班牙公民实施免签，感谢中方展现信任和友好。西班牙也将积极推动简化中国游客赴西班牙手续。阿尔瓦雷斯也对中方取消西班牙牛肉进口禁令的措施表达了感谢。Mucho agradezco y que yo creo que va a reforzar todavía más nuestros lazos comerciales cuando tenemos en cuenta el tamaño del mercado chino. Estamos hablando de tantas personas, desde luego el impacto va a ser extraordinariamente positivo y desde luego es una medida que nosotros llevábamos solicitando ya tiempo y que va a redundar en beneficio de todo el campo español. 法新社认为，中方措施将使西班牙农业获益，并指出这一消息发布时正值西班牙多个省份爆发农民群体游行示威活动之际，以抗议欧盟的农业政策。欧洲内部多国农民群体不满政府削减税、农业补贴、欧盟绿色转型政策及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表示这些政策导致农业运输、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压缩，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本地农业。2000年，疯牛病在欧盟成员国大爆发，中国等多国宣布暂停进口欧盟的牛肉产品，近年来陆续解除相关禁令。西班牙本地媒体高度关注王毅来访。科尔瓦多日报指出，
王毅此访是在去年中国和西班牙庆祝建交50周年之后进行的。王毅也是自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后到访的最高级别的中方官员。阿拉贡先驱报则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阿尔瓦雷斯在与王毅会面时赠送了一本阿拉贡自治区知名作家伊莲内·巴列霍的畅销书《书籍秘史》。此书是西班牙首本获得中国文津图书奖的图书，目前已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报道认为，这凸显了西班牙对于推动中西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视。在西班牙访问期间，王毅也就慕尼黑安全报告称世界面临多输风险的论断予以回应。王毅表示，今年的主题是世界会否陷入多输，这反映出欧洲对世界形势乱象频出的反思和担忧。中方认为，多输风险源于3方面原因：一是搞零和博弈，2是搞脱钩锻炼，3是搞阵营对抗。中方认为，多输这是我们坚决要避免出现的结局。我们必须合作，而不搞对抗，坚持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独断，以平等代替强权。我们还必须开放，而不要封闭，要维护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好，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俄军已完全取得对阿夫杰耶夫卡焦化厂的控制。阿夫杰耶夫卡的控制权易主，震惊了西方世界，也激化了美国的党争。美国总统拜登指责是共和党迟迟不肯通过援乌资金预算，才让俄罗斯占了便宜。2月19号，据俄罗斯多家媒体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了阿夫杰耶夫卡焦化厂。焦化厂的行政大楼上已经悬挂起了俄方旗帜。2月17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夫杰耶夫卡。俄方称仍在对该地区乌军人员进行最后清理，特别是驻扎在焦化厂内的乌军部队。1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上介绍了俄军占领阿夫杰耶夫卡的情况。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密切关注前线进展。此前一天，他3次召集俄防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战况。17号凌晨4点，后者确认行动已经接近完成。当天中午时分，最终确认已完全控制这一重要枢纽。普京随即向俄军表示祝贺。俄新社指出，这是自2023年5月俄军夺取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以来，俄军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据俄方发布的战报，这次的行动夺取了阿夫杰耶夫卡31.75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在当地的战斗中损失了1500多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炮火猛烈，一些乌军士兵匆忙奔跑，到处散落武器和军事装备。有观察指出，视频中不少乌军士兵年纪较大，显示乌军兵员出现问题。还有参与行动的俄军指挥官表示，乌军阵地破防后，许多人失去联系，一些士兵刚上战场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这让他们十分惊慌。Так как выход у них был отход не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ный, они здесь бросили 300-х, целых своих бойцов бросили, в основном отошли первые, это их офицеры, эт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Азов. Мы сейчас заканчиваем зачистку мелких этих групп. 2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多段在阿夫杰耶夫卡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在俄军炮火精确持续打击下，路上到处散落着乌军被摧毁或损坏的载具与重型装备。此外，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还显示，俄军使用无人机进行精确打击，消灭多名从阿夫杰耶夫卡徒步溃逃的乌军。据塔斯社报道，俄军在清理战场期间还发现了部分可疑乌军尸体，尸体的军装上别有美国和波兰的微型徽章。据俄罗斯红星报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管理总局局长谢尔盖·鲁茨科伊上将表示，北约军人以雇佣兵身份为掩护，在乌克兰操作防空系统、战术导弹系统和多管火箭炮。鲁斯科伊上将还表示，北约军官直接参与乌克兰武装部队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2月19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公布视频，称扎波罗热地区一名乌克兰特工伪装残疾人欲炸毁汽车被击毙。
画面显示，一名拄拐男子假装摔倒在白色汽车旁，在位于驾驶座下方的汽车底部安装简易爆炸装置后起身离开。报道称，该车属于该地区一名政客。男子在私人住宅被捕时企图武装抵抗，随后被俄罗斯安全部队击毙。Так, обнаружен пистолет Макарова. Вещество похоже на ПВВ-7. Элементы питания, электродетонатор, ну что-то какой-то. 乌军在阿夫杰耶夫卡失利。然而，日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一场直播连线中抽雪茄的视频却引起乌克兰网友不满。17号，库列巴在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接受乌克兰国际商业电视台采访，其见他误以为直播中断，突然开始抽雪茄，随后现场画面被切断。阿夫杰耶夫卡一手后，美国总统拜登指责是共和党迟迟不肯通过援乌资金预算，才让俄罗斯占了便宜。同一天，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范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美国国会是否能通过600多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法案，介绍了一大堆可能通不过的理由。范斯表示，这不是钱的事儿。Fundamentally, the limiting factors for American support of Ukraine, it's not money, it's munitions. America, and this is true, by the way, of Europe too, we don't make enough munitions to support. 2名台湾网红春节期间赴柬埔寨做直播，增加曝光量，但却引出了遭绑架凌虐的惊心动魄场面，连日来被岛内舆论高度关注。但事件很快反转，柬埔寨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完全是他们自导自演的虚假剧情。两人因此被当地法院以违反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19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首次就事件发声，批评这2人自私自利的行为伤害了柬埔寨。我要带你们前进台湾人被骗来当猪仔的地方，柬埔寨的西港。12号晚，本名陈能串的台湾网红晚安小鸡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做直播，自称闯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所谓诈骗园区凯博园区直播，遭突袭被打倒地，一度传闻失联。13号下午，晚安小鸡突然现身直播，声称遭绑后已逃出园区。他展示自己慌张逃跑、脖子被勒伤、腹部被电击的痕迹，以及头发被剃了一半。我身上所有钱都被他们拿走了，30千美金，包含给司机的钱跟旅费。不过，眼尖的网友随后提出质疑：陈能串声称所有财物都被拿走，为何还能带出手机进行直播？而且他身上衣物更像是被剪刀剪破，而不是遭殴打后撕坏的。更离奇的是，陈能串12号失联后，他网名爱婆的妻子与网名杰哥的好友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在当晚开直播，妻子更是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小鸡他是很坚持一个人去，因为当初我就跟他说，我是希望他不要去的啦。所以他这次去的流程还有所有的地点，基本上我们比较不了解，这是实话。同一天，陈能串的好友本名鲁祖显的网红阿闹也上线开直播，驳斥网友的造假说。小鸡很强的，小鸡一路这样走过来，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没遇过，没有人会想要拿自己的名开玩笑。他还在直播中哭得死去活来、活灵活现，就是要力挺好友。值得注意的是，此事迅速受到柬埔寨警方关注。在相关直播发布后不久，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郭松朗在社交媒体发布晚安小鸡的肖像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帮助找人。但事件很快反转，柬埔寨警方调查发现，整个事件就是自导自演的骗局。鲁祖显的这场哭戏就是为了配合陈能串之前的直播失联，因为鲁祖显当时就身在柬埔寨。而在台湾的陈能串妻子爱婆与好友杰哥也疑似是事件中的共犯，一起串谋演戏造假。有监控视频曝光，陈能串在拍摄逃跑片段时横跨大马路，身旁还有摩托车驶过，他持续拿手机直播，假装落跑，还突然伸手遮脸，造假过程完整呈现。
据台媒起底，陈能串经常在社交平台开探险直播，带领观众一同前往废弃建筑冒险。由于经常会拍到类似鬼魂身影、物体掉落，吸引许多想追求刺激的粉丝关注。他的好友阿闹、鲁祖显同样以闹鬼医院、校园、酒店为主题直播，并被起底为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李美素之子。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初级法院15号裁定，陈能串和鲁祖显来柬埔寨的目的是为了拍摄关于人口贩卖、凌虐、强奸和人体器官交易的造假影片。两人因触犯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且需被罚柬币400万瑞尔，约合7200元人民币。当天下午，西哈努克省省长郭松朗召开记者会介绍，今年1月，陈能串等人计划到柬埔寨拍片，目的地为金边的一家医院。2月11号由金边国际机场入境，但他们很快发现，之前所看到的是医院的旧照片，与预期相去甚远，因此放弃计划，转往西港，沿途购买了军装等道具。12号又购买了假枪、冒充鲜血的红色液体等道具。当晚，他们到一处烂尾楼直播，上演追捕和挨打等导致直播中断的剧情，令许多人信以为真。随后，两人在前往暹粒继续拍摄之前被当地警方逮捕。被捕时，警方还查获两人案发时所穿的衣服、军服、假枪、理发器、假血、鬼娃娃面具等道具。在记者会上，陈能串和鲁祖显下跪道歉，承认直播视频是编造内容，宣称柬埔寨没有诈骗、绑架或贩毒，治安良好，是个美丽的国家，适合外国人前往观光旅游，并恳求当地政府能给他们一次机会。这个编造的视频全部都是我个人编造，非常抱歉。所以我希望柬埔寨政府可以给我们一次机会，因为我们原本计划最后面3-4天是希望能够拍整个柬埔寨所有的美丽的风景以及人事物给大家看，但是我们后来就没有机会了。19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首次对事件发声。据柬埔寨中文媒体《柬中时报》报道，洪马奈痛批这2名网红太自私，专门飞到柬埔寨造假。为了防止造假事件继续上演，柬埔寨将依法严惩造假者，他们将被判刑，在刑满后驱逐出境，并列进入境黑名单。此前一天，洪马奈的父亲、现任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主席的前首相洪森，也在接受《柬中时报》采访时表示，他支持法院的判决，并呼吁司法部门不要减刑或特赦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在监狱里服满刑期。洪森强调，柬埔寨对任何造谣抹黑国家形象的行为是零容忍态度，只要造谣抹黑柬埔寨形象，损害柬埔寨声誉，必须受到柬埔寨法律制裁。